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话心语。我和沈黎从小一起长大，算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可最终跟她走进婚姻殿堂的，却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沈黎对我说，小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只有我做她男朋友，她才肯继续做透析，继续治疗。我那从未谋面过的亲生母亲找到我，你为什么就不能成全他们？你就忍心看你妹妹这么年纪轻轻的死去吗？好，那我成全你们。沈黎是肾内科的医生，是院里的公认的劳模，他很忙，忙到我们一个月也见不到一回。我常常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就很恍惚。上次我们窝在沙发上看电影，还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的我们无比的快乐，正陷入美好回忆的我，被微信铃声打断。是沈黎，你明天来一下医院，我有事跟你说。我开开心心回复了一句好，还有一个亲亲的表情。第二天一早，我做了沈黎爱吃的油焖大虾和糖醋排骨，放进保温盒里带去医院。我们刚毕业，租房没钱，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会窝在家里做饭，而沈黎最爱吃的就是我做的糖醋排骨。她在医院规培的时候常常没有时间吃饭，也都是我每次做好送去医院，我们一起吃。沈黎经常说，那是她每天的精神良剂，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刻。虽说那段时间比较艰苦，但是我们过得很幸福，一起说说笑笑地规划我们的未来。后来我们工作都慢慢变好了，以后在医院附近买了一处房子。我在楼下长椅上等了沈黎差不多30分钟。沈黎来的时候，我居然都没有发现。他摸了摸我的头，我才反应过来。我抬头看见沈黎冲我宠溺的笑，随后我起身抱住了他。他赶忙松开我抱住他的手，说这是医院，怕他的病人看到影响不好。念念，你知道我最近1个月很忙，小诺的病情很不稳定，需要2天就做一次透析，每次透析完身体状况都不是很理想，更何况现在还没有合适的肾源，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时间回家，委屈你了。说罢，沈黎用手托住我的头，轻轻在额头吻了一吻。那如果等不到肾源，他还能活多久啊？不确定，可能不超过1年吧。好可怜啊，这个女孩还这么年轻，有点可惜了。念念，你觉得人之将死，满足他生前的愿望，是不是一种善事啊？对呀，我毫不犹豫地说出口。可沈黎接下来说的话，无疑给我了一晴天霹雳。小诺想让我做他男朋友，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肯做透析。如果不做透析，他连3个月都撑不过去。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他们家里人一直苦苦哀求我。我作为小诺的主治医师，我也希望他能继续活下去。念念，你放心，这只是演戏而已，我对他没什么感情可言的。等他等到了肾源康复了，我再跟他摊牌说清楚。我怔住了。念念，好不好啊？见我一言不发，沈黎又赶紧问了我一句。还没有等我说出口，沈黎的电话就响了，说科室的病人出状况了，他要赶紧回去。沈黎挂完电话就往科室跑回去，看着他的背影，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高中沈黎拉着我手飞快地跑食堂的画面。那时跑得快才能打上好吃的菜，去晚了就没有了。我心里想，不过是个假装做男朋友，他又是个病人，又做不了别的什么，应该没什么大事吧。可惜我们都没有上帝视角。那时的我也天真的认为，真是科室的护士因为病人叫他回去的。
晚上沈黎还是在加班，家离得这么近，但还是1个多月没回来。虽然我有时候也对着沈黎闹，说离得这么近，为什么就不能回来一次呢？沈黎也会耐着性子跟我解释，手下的病人比较多，还有一个在重症监护室，我得时刻观察情况，再加上他要写论文评职称，就更加的没时间回家了。每天短暂的视频都是沈黎在给我解释着一切，最后隔着屏幕吻我也就收起了性子，不再闹，抱着玩偶躺在沈黎躺着的那一侧睡去，日复一晚的都是如此。这一天，我在画着画，突然听到门解锁的声音，是沈黎回来了。我迅速地放下画板，冲他跑过去抱起他。可沈黎的表情明显不对，不耐烦地松开我环住他脖子的手，向外推开了我的身体。念念，你是不是去医院找小诺了？说什么了？他今天死活不肯做检查，不肯吃药，耍着性子要换掉我。你知道一个医生被换掉有多严重吗？这对我是一种天大的侮辱，你知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有去医院找过你病人啊，我只是那天去医院给你送饭，恰巧路过他的病房。你也知道，你们科室的护士都认识我，正好小杰给他换液，抬头就看到了，跟我打招呼。我也冲他挥了挥手，是你的病人，好奇问小杰我是谁，小杰就跟他说我是你的女朋友，经常给你来送饭。你干嘛跟他说这些呀？沈黎气急败坏地说，他只不过是个虚弱的病人，你干嘛要去刺激他呢？我没有啊，我只是去给你送饭，况且又不是我。沈黎打断了我的话，说，陈念念，她的病因现在还不是完全的确定，现在要换掉我，让别人做她的主治医生，中间万一出现任何的情况，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啊？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干涉我的病人，一直以来你都很懂事，很能体谅人，怎么这次你偏偏对她这样呢？她只是个生了病的可怜的女孩呀。自从上次我跟你说她要让我做她的男朋友，你不答应，好，这次你又去医院存心刺激她。我真的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善良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什么叫我不答应？那话又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科室的护士说的。你冲我发什么脾气？况且那只是你的病人，沈黎，希望你搞清楚，我才是你的老婆。我用比他更高的声线说了这样一句话。哈！说完果然痛快一点。别继续说了，陈念念，我不想听你解释，我现在真的看不懂你。沈黎说完，生气地离开了。这是沈黎为数不多的冲我发脾气。我们这20年经历了那么多的快乐和痛苦，今天他却为了一个病人来斥责我，我明明什么都没做。曾经的沈黎连大声都不忍心对我说，还怕我为他做饭太累，经常骗我说在院里食堂吃过了，说我的手是为了画画而生，不是为了他做饭而生的。每当有假期了，就会一直带我去世界各地旅游。冰箱上贴满了我们去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照片上的2个人那么的甜蜜。可是沈黎，你难道不知道我对裴诺的善良是刺向我心脏的一把利剑吗？自从跟沈黎吵完架之后，我就去了画室，一直没回去过。期间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我因为着急交稿，一直连着通宵了好几天，身体终于扛不住倒下了。在我彻底昏迷倒下去之前，我拿起电话打了120，并爬到门口，手触碰到门把手那一刻，两眼一黑之后就没有意识了。再次醒来是在医院。我还在为自己昏迷之前还能打上急救电话而暗暗庆幸时候，突然病房门被打开了。贺子兴，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惊讶地说道。
幸好我路过你画室，听见里边有动静，感觉不对劲，怎么叫你都没有回应，我就撞开了门，然后看到你倒在地上，我就把你送到医院来了。什么？难道不是我自己叫的120吗？大大的问号此刻在我身上上演。你个大傻子，你都晕倒在你的画板上了，怎么可能还自己打电话叫120呢？这可能是我脑子里想自救的美好幻想吧。啊，那我的画是不是都已经？我担心地问他。是的，已经光荣牺牲了。贺子兴摊了摊手。我和贺子兴是大学同学，只知道他毕业之后就出国深造了，只是没想到我们再次相见竟是这种方式。生活是如此戏剧性，英雄救美的戏码都能在我身上上演。对了，你怎么会路过我的画室啊？我好奇地问他。我朋友也在那栋楼里开了工作室，我那天去找他，正好看见了你，但是我也不敢确认是不是真的你，毕竟我们已经很多年不见了。之后就看到你在7楼下了电梯，我看写字楼指示牌7楼有个画室，所以就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啊，我若有所思地回答了这一句。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多亏了你发现了我，要不然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出院之后请你吃饭吧。好，他答应的倒是痛快得很。我们时不时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气氛有些许的尴尬。过了一会，我开口道：子兴，我现在已经没事了，也折腾了你一下午，你就回去吧，待会许岩就来了，他会照顾我的，今天真的很感谢你。客气什么，我们都是老同学，这点事情不算什么的，正好我也有点事要处理，就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改天过来看你。说完跟我道了别。护士换完药之后，我很快就进入了睡意朦胧的状态。突然门被打开，迷迷糊糊的我被惊醒，只看见许岩慌乱跑过来，带着哭腔：小祖宗，你没事儿吧？哪伤着了啊？你倒是说话呀！边说边检查着我的身体，这摸一下那看一下的。我抓住他的手，没事儿，没缺胳膊少腿的。我俩面面相觑的笑了。许岩这才放心地坐在床上。你不知道，我下午接到电话，可把我吓坏了，赶紧从公司赶过来，但是路上堵车，我急得呀都想跑过来，但是距离目的地还有30公里，气得我一直爆粗口。我没事儿，不过你们老板怎么会允许你出来呀？许岩公司的领导是出了名的抠门，难批假。你都这样了，我才不管他允不允许呢。哼，谁让咱俩天下第一好呢？我可是为你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不像你重色轻友。哼，许岩的嘴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谁让我最好呢？对不对？哈哈，我拉着他开玩笑。什么鬼？许岩双手叉着腰，一脸的哭笑不得的表情。下一秒，他又一脸的八卦脸。你的沈医生呢？这会不应该坐在你的床头边上为你削苹果讲情话的吗？许大小姐，这都是电视剧的剧情，好不好？说完，我别过脸，不让他发现我的窘迫。他笑嘻嘻的在床头插着花，所以也没有发现我脸上落寞的表情。这家伙一直坚持着要陪我过夜，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弄走。许岩的公司离市区比较远，况且今天下午过来看我，肯定又是跟领导吵架了。此时窗外已是夜幕，只看得见高楼大厦的灯光。打开手机，我和沈黎的对话框还停留在上周。我在对话框打了字删除，删除完又再写，反反复复，最终对话框里的话还是没发出去。
肾内科在7楼，出门左拐上电梯就可以看到他，但是我却退缩了，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畏惧。内心纠结了一会，我还是出了门。沈黎的办公室在最里边，我走过去肯定是会碰到他们科室的护士，但又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犹犹豫豫之间，还是护士长看到了我，惊讶又关怀地叫了我的名字：念念，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就是这几天太累昏倒了。我来看看一下沈黎。我尴尬的手指一直抓着裤子。护士长说：那个念念，沈医生今天不在，去参加研讨会了，还没回来呢。那好吧，我知道了。还有，您别告诉沈黎我在医院，也别告诉他我来找过他，谢谢护士长。我深吸了一口气。护士长看了我，欲言又止的拍了拍我肩膀就走了。回到病房，站在窗前俯瞰窗外的灯火通明，低头摸了摸手上无名指的钻戒，在灯光的照射下是那么的耀眼。是啊，就像沈黎照亮了我的人生。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沈黎的电话，在电话音快要结束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了沈黎的声音：念念，怎么了？你在哪呀？我想，话说到一半，听见电话那头有个女音传过来：沈黎哥哥，是谁呀？念念，我晚上还有个手术，今天就不回家了，最近科室比较忙，等我忙完了回家陪你好吗？沈黎提高了一个音度，说着话似乎想把旁边的女声盖过去。好，我知道了。我默默地回了一句。此时的楼下一对男女正在互相依偎着，女生穿着病号服，男生亲密地披上披肩，并搂入怀中。任谁看到都会感叹，这俩一定是很恩爱的吧？男生对女生不离不弃的贴心照顾。可是，那可是我的未婚夫沈黎呀！眼泪在此刻倾盆而出，正好滴在了无名指上。次日，我躺在病床上看书，此时病房门被打开，只看见我妈拎着大包小包的。妈，您怎么来了？你这丫头生病了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多亏小妍告诉我，你这孩子向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但是你这样我实在担心啊。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妈，我没事，只是这几天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沈黎也说我没事，这下您放心了吧？我安抚着妈妈说道。妈妈向来对这个当医生的沈黎满意，只要是沈黎说的话，我妈比我这个亲闺女还无条件的相信。女儿啊，我给你煲了汤，趁热喝一点。说罢，我妈就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还是生病好啊，能喝到妈妈煲的这么好喝汤，嘻嘻。我打趣着妈妈。你这孩子，说的我平常我不给你煲汤一样。我妈白了我一眼。本来嘛，本次都是沾沈黎的光，只要我跟他一起回家，您准做一大桌子菜。我自己回去可是就没那个福分喽。你这丫头，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妈妈说完便低着头，似乎有什么心事。妈，您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担心地问道。我妈忧心忡忡从地叹着气，欲言又止的，在我不断的追问下，我妈才勉强地开口。念念，你一直是妈的好女儿，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你为骄傲。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着我的脸，眼里却闪烁着泪花。我赶忙问道：妈，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您怎么突然说这些话呀？念念，我知道你从小就很善良，乐于助人，现在也一样，对不对？我附和的点点头。其实你不是妈的亲生女儿。什么？妈，您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会不是啊？你的亲生母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离开了，但是无法带着你走，
所以把你托付给我。我妈眼神漂浮不定，不敢正眼看我。然后呢？我反问道。你妈妈的女儿，就是你亲生母亲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妹妹，现在生病了，需要个肾，你是她的亲生姐姐。如果你能答应去配型，她能活下午的几率就能大一点。我知道这对你好了，妈，别再说了。此时房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人出现在病房里，嘴里叫着我的名字。不用猜，这应该就是我的那位亲生母亲吧。念念，我是你的妈妈。停，我只有一个妈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您能来，这无非就是想拿我的肾去救你的女儿。况且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您不觉得很冒昧吗？虽然我不想承认，也不想接受，我有你这样的一位母亲。如果不是你女儿需要肾源，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费心的来看我吧。所以你是想拿你从未抚养过的女儿的命去换另一个宝贝女儿的命是吗？我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侧躺在床上，以居高临下的气势说出了这句话。念念，不是这样的，我们全家都做了配型，都不匹配，况且人都有2个肾，我只要你的一个，又不是都要，要了一个也能正常活的。够了，你到底还有没有心啊？你怎么会说出这么丧心病狂的话呀？我妈呵斥道。我是看在你那么的求我，看在你女儿可怜，才会答应你带你过来见念念的。你也答应我，绝对不会说什么过分的话，只是过来看望念念。我真是眼睛瞎了，相信你这种人，没良心的人。我妈被气得身体直哆嗦。什么叫我没良心？难道你们要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死去吗？哭哭啼啼说着。难道我的命不是命吗？我盯着她的眼睛质问她。他说不出来一句话，只是手还在假装擦去刚才假惺惺哭的泪水。真应该给他开个直播，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这副嘴脸。好了，我累了，我要休息了，你们都出去吧。说完，我直接拿被子蒙住了头，没有给任何人继续说话的机会。见我这样，那位所谓的亲生母亲被我妈硬生生地拉出了病房。被拉出去时，嘴里还不忘说让我好好考虑，毕竟那是我的亲生妹妹什么的。吃过晚饭，我嫌无聊，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在刷着社交软件，似乎想努力忘记今天的一切。我不想想起，更不想去面对。我无法接受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妈妈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从小到大，什么都是给我用最好的，尽量的满足我的一切要求。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算了，不想了。在我手指在屏幕上不断的滑动时，在一张照片面前停止了滑动。照片的配文是：有个医生，男朋友真好，对我无时不刻的照顾，这么忙还会给我营养餐，爱你。照片里是裴诺和沈黎的合照，两人嘴角上扬，看着亲密极了。我点进他的主页，全都是和沈黎的亲密合照，在海边，在餐厅，在山顶，一起看日落日出。原来跟我说出差加班的时候，都是在陪另一个人去完成答应过我的那些事情。我放下手机，躺在床边，看着窗外的璀璨灯光，脑海里不断地浮现他和裴诺的种种亲密合照，泪水不断地顺着脸颊流下来。那我们之间的这么多年算什么呢？我们之间20年的情谊，抵不过你治疗的一个病人吗？抵不过你们短短相处的几个月吗？我以为你只是为了帮助他，我以为你只是可怜这个患上重病的女孩，我以为你只是在跟开玩笑说要当她男朋友。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试探和警告。原来这一切的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经明了了，只是我没看清楚而已。
可是沈离，你这么轻易的就丢掉了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情谊吗？第二天一大早，许岩就过来接我出院，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贺子兴。我还在奇怪他俩为什么会一起来的时候，许岩跟我说是在医院门口碰见的。我们都是同年级，许岩自然是认识他。不过在收拾的东西时候，许岩把我拽到一边，又开始八卦了起来。念念，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么多年，他对你还是这么念念不忘啊？行啊你，有2个男人对你这么死心塌地的呀？我一把制止了许岩的坏笑和八卦脸。别胡说，是那天他恰巧路过我的画室，看我晕倒了，这才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别胡说，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呀？许岩撇着嘴，一脸不情愿地说着。当年毕业之后，我就搬来跟沈离一起住了，不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同学们都在传我和沈离要结婚了。当时许岩就过来跟说，据说贺子兴因为这个传闻郁闷了很久，毕业之后更是直接出了国，更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的同学聚会一次都没参加过，我当时就当听笑话一般，没再在意过。我对许岩说，我当时醒过来之后谢谢他，然后说等出院请他吃饭，以表感谢之情。你那个小脑袋瓜能不能别再乱想了？对了，你生病这么多天，怎么没看见沈医生过来呀？他有那么忙啊？许岩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收拾衣服的手愣在了半空中，愣住了一会，强忍着哽咽的声音说，他这几天手术比较多，我不想让他担心，我就没跟他说。我抬头看许岩，却没想到对上了贺子兴的眼神，我赶忙收回我的眼神，他似乎看透了我慌乱眼神之下的谎言。在车上，我问贺子兴想什么，却被许岩截胡说了去，说要去吃火锅。贺子兴也说好。就这样，我们3个到了一家传说中很好吃的火锅店。我们围坐在桌子前，吃着滚烫的火锅，说笑笑地回忆着我们校园的生活。那时的我们很青涩，很青春，有时候还能感受之前的一丝丝感觉，还是很幸福的。用餐结束之后，贺子兴说要送我们回去，但是被我阻止了，我不想再麻烦他了。我和许岩回去的路上跟我说，你刚才吃饭的时候没有发现吗？贺子兴的眼睛都快长到你身上了，那双忽闪的大眼睛一直盯着你。小妍，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打断了许岩的话。念念，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直心直口快的，这件事情我憋了好几天了，我没说是怕刺激你。许岩这个人向来都是直来直去的，我们在学校时候，我都是被他保护的那个人。我一哭或是心情不好，他二话不说准去找沈离算账，沈离也经常跟他保证，绝对不会辜负我。小妍，你吞吞吐吐的，到底怎么了？我昨天去医院的时候，看见沈离抱着一个女的，后来我想跟过去看他们进去的是高级病房，不让我进去。后来我找人打听了这件事情，我想相信我自己看错了，亦或是我的直觉错了。可是我打听到沈离抱着那个女生叫裴诺，最近几个月沈离不排诊不看病人，经常很多天不在，每天每夜就陪着她。医院刚开始对沈离进行了警告，但是后来警告沈离的主任突然离职，沈离就升为了主任。而且这家医院裴诺的爸爸是大股东的，所以念念，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这些，但是更不忍心你被蒙在鼓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独你不知道。我真想把沈离给做了，气死我了，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小妍，我昨天无意间刷到了裴诺的社交账号，我点进去看，全都是他和沈离的亲密合照，有一起去旅行的，一起做饭的，一起帮狗洗澡的。可是你知道吗？
我当初想养狗狗，沈黎说她对狗毛过敏，但是现在她却为了其他人不顾着自己过敏。我边说边流着泪，从嚎啕大哭到开始大笑。许言被我吓坏了。念念，你别这样，不就是个男人吗？对不对？你还有我呢。许言心疼地抱住我，安慰了我好一会，最后送我回了家。我打开房门，站在门口，屋里漆黑一片，显然沈黎没有回来过。我打开灯，看着房间里的一切，手指划过房间的每个角落。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我和沈黎共同规划布置的，虽然规划过程有点小分歧，但是最终还是按照我喜欢的风格装修了房子。可是现在，这里不再属于我了。我只收拾了我的衣物，其余的东西都沾着我和沈黎的回忆，带不走，我也不想带走。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然后回头看着这房间的一切，准备离开这里。不知道哪个神经抽动了一下，我放下行李箱，去厨房拿起了棍子，开始砸厨房里的一切。砸完厨房，砸卧室，再到客厅，满屋子的摔碎的声音也伴随着我开怀大笑的声音。温馨的房间瞬间被我砸得稀碎，满地狼藉，正如我那满目疮痍的心。做完这一切的我，顿时感到一身的轻松，有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我不会给沈黎任何留念的机会。我来到门边的玄关处，这里是没被我砸的唯一好处。我摘下无名指上的戒指，放在玄关上，还有一张给沈黎的纸条。然后我关上了门，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这里留不住老娘，而你，沈黎，我也不是没有你不行。我拖着行李箱回到了画室，想赶紧画完被我毁掉的那幅画。收拾好画室的一切，重新架起画架时，手机有电话打过来，我没仔细看就接了。你是陈念念吧？我是裴诺，我想见你一面，明天下午1点，医院楼下咖啡馆等你。他倒是雷厉风行，说完话就直接挂了，丝毫不给人反驳的机会。我抛之脑后，没再一想专心画画，可是我怎么也下不了画笔，脑海里始终是裴诺的声音，还有那些他和沈黎的一张一张照片，一张张溢出画面的爱意。明天约我见面是要跟我摊牌吗？来上演一码女主女配抢男主的戏码吗？哼，幼稚！老娘才不稀罕跟你抢呢。第二天，我按时赴约。我到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孩冲我挥手，显然她就是裴诺了。我坐下，点完一杯咖啡，看着裴诺，显然你对我挺了解呀。人群中一眼认出了我。陈念念，我在沈黎的手机上看到过你，他对你的备注是小笨蛋。他的手机壁纸也是和你的合照，聊天背景也是你，办公桌上的照片也是你。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我的男朋友的手机是怎么样的吗？我打断了他，实在不想听裴诺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不知道我有多爱沈黎，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爱上他了。可是那时候他的心里只有你，不管我怎么追他都不为我所动。后来我装病，他的眼里慢慢开始有了我，可能出于同情吧。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他只属于我的了。他沈黎眼里现在只有我了，不再是你陈念念了。难道你没发现沈黎的社交软件的头像变成我的了吗？哦，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哎。你刚才说你装病，这么说你肾衰竭的病是假的喽？真想不到，原来是装病博男人的眼球。陈念念，我爸爸是这家医院的大股东，我想做什么事情都是能做得到的。再者，我可以帮助沈黎的事业更上一步，上到他自己无法企及的地步，这一点你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他沈黎靠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你就不担心沈离知道你装病之后弃你而去吗？我帮助他登上行业内顶尖医生的行列，让他受尽荣誉，我帮他登顶，你觉得他会吗？那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祝你一辈子不被拆穿吧。我说完，准备起身离开。我和沈离要结婚了，这是请柬。身后裴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裴诺在桌子上放下请柬，随后站在我身边说：“如果我的邀请不够分量，我会让沈离邀请你。”说完，裴诺便离开了。我转身踉踉跄跄地坐了下来，盯着桌子上的请柬晃了神。不知道过了多久，已是接近黄昏，抬头向外望去，天空布满了粉色的云。我起身向外走去，迎面的人群中竟然看到了沈离，与此同时，沈离也正好看见了我。我们俩就站在人潮汹涌的人流中，静静地看着彼此。最后，他向我走过来：“念念，你怎么会在这里？祝你新婚快乐，沈离，你的婚礼我会盛装出席的。”我打断了沈离：“念念，不是你想的那样，他马上就有合适的肾源了，之后就可以健康的活着了，就像你。小诺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小诺的妈妈已经去找他姐姐了，没准他的肾合适呢，这样他就有康复的希望了。”沈离说这句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脸上的表情。够了，沈离，你和裴诺的美好生活在你们新婚之夜慢慢讨论吧，我没心情听。说完，我打算离开，谁知沈离抓住了我的胳膊。念念，我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我也答应过你要和你白头到老，可是现在裴诺的病情比较重要。念念，你一直都是那么善解人意的，很善良的人，怎么这次要这么倔强和不理解呢？可是善良不是这么衡量的。沈离盯着我，盯了许久。念念，你变了，变得不再是我认识那个念念了。我转身走去，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沈离，你知不知道小诺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就是我呀？这世界真是小得可怜，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相遇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和沈离相遇的意义又算什么呢？大概就是惩罚认真的人吧。我回到画室，走到画室门口，发现我隔壁的工作室门开着，好奇心驱使我竟然走了进去。我只知道这家工作室是一家摄影的，只是从来没见过这家的主人。踏进门的那一刻，我就感受了摄影的魅力。风景、人物的魅力和美丽，此刻在摄像头下得到了永存。我站立在这个空间内，眼睛直视前方的大幅影像，我似乎能产生一些跟拍摄对象的共鸣。身后的声音打断了我：“念念。”我回头看，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贺子兴。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在这里呀？”“因为这是我开的呀。”他很平静地说了这一句。可对于我而言，这句话非常不平静。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看见过你呀。我吞吞吐吐，终于吐出来了一句话：“念念，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租到隔壁的房子的吗？”“我当然记得呀，我当时找了很久的房子，地段好的都很贵，价格合适的都是一些老破小的。我当时刚毕业，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后来是小妍帮我打听到的这里。小妍跟我说价格的时候，我还很不相信，这里市中心黄金地段，价格怎么会那么便宜？可是他说是他朋友在这里工作，可以给我很优惠的价格，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小妍口中的朋友，该不会是你吧？”我很没有自信地问了他这一句。“是，没错，这整栋楼都是我的。”我惊讶地叫了一声，脑子飞速地运转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这个楼是贺氏集团的，那你是？”
我当然是我爸的儿子啊，哈哈。那你怎么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他，像他们这样的豪门，怎么不是去的世界顶尖的学校？我不喜欢豪门的那些生活，所以从小我跟普通的孩子一样。我还有2个哥哥，所以我可以选择我想过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当初我出国之后，一直让派人盯着你的动态，直到因为你房子处处碰壁，我才动用我的关系。你别怪许岩，是我威胁他不让说的，我怕说了你会不接受。我知道你不喜欢欠别人的。这么说，你是我的房东喽？我打趣着贺子兴，谁知他像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一样红了脸。我们面面相觑地笑了。他向我做了往里请的动作，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房间，墙上挂满了一个人的照片，而那个人居然是我。我一时惊讶地说不出口，在自己的照片下愣了许久，才开口问贺子兴：“这是怎么回事？”念念，从你在这里开画室的那一刻，我就来到了你隔壁，一直默默地在你身边。只是那时你的注意力从来都是在沈黎身上，有时候你画好几天不出门，我都很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累到了，就像上次那样晕倒了。好几次都想去敲门看看怎么回事，可是走到门口却又缺失了敲门的勇气。每次垂头丧气地转身回去时候，沈黎就来了。这似乎就是命运，每次都是那么巧到我鼓起勇气敲门的时候，他就会来。念念，这句话我想说很久了，你可以，子兴，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我也明白你的心意，房租我也会按市场价付给你，其余的我不太想考虑，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念念，就算你，算了，我们是老同学呀，还什么房租不房租的，还有你说的事情我帮你。贺子兴打断了我的话，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吗？你就帮我。我冲他开玩笑地说了这一句。知道，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去做。贺子兴坚定又认真地对我说了这句话。我们看着彼此，谁都没有说话。许岩对我参加沈黎的婚礼是非常反对的，他替我打抱不平，痛骂沈黎这个渣男。许岩知道我下定决心的事情是任何人都劝不住的，他看到我坚定的样子，就没继续再说什么，反而给我挑了一件艳压群芳的礼服，还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沈黎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会很惊讶，而且还会极其后悔选择了那个女骗子。不在画室的时间里，我都是住在许岩的家里。等我到楼下的时候，居然看到了贺子兴在门口等我。贺子兴穿上西装还是很帅的，哈哈，我是个颜狗。他看见我下楼的那一刻愣住了，眼神直勾勾地盯了我半天，才说出一句：“念念，你今天真的好美。”我拍了拍他：“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我看啊？你的眼神像是要吃了我一样。”我的话似乎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行为，连忙向我道歉。我和贺子兴来到了婚礼现场，鲜花推挤成山，气球色彩摆烂地漂浮在空中。这大概就是幸福的模样吧，只不过是他们背叛和偷来的。贺子兴看着我，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念念，你没事吧？”我皱皱鼻，没事。现在的沈黎已经不能影响到我的情绪了。在我看到他和裴诺种种感情印记的时候，我沮丧、不甘心，甚至是自我怀疑。我整夜的喝酒，把自己灌醉，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的浮现他跟他十指相扣，笑着相拥，接吻，甚至到床上。可后来，我砸了我和沈黎的家以后，突然发现我的行为是多么的愚蠢。为了一个男人去惩罚自己，
草坪的那头，沈黎穿着黑色的西装，新娘穿着拖尾白纱，缓缓向他走去，脸上的气色丝毫看不出是一个肾衰竭病人的模样。此刻沈黎没看到过，我所谓的亲生母亲却看到了我向我走过来，质问我：你这个死丫头为什么要来这里？你不捐你的肾不救你妹妹就算了，怎么还要来闹吗？我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怕我闹？那显然你是知道你女儿是抢了别人男人的剑，或漏，那这中间也少不了你的助攻。他抬手想打我，被贺子兴一把抓住并甩了出去。我这辈子感到最羞辱的就是我身上流着你这种恶毒女人的血，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你还是比你女儿心软了一点。我留下这句话就拉着贺子兴走了。沈黎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前方，显然是看到了为他鼓掌的我。此时不知道沈黎有没有想起他向我求婚的那一刻。那时我们刚工作，没有钱买大的，正好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买了一个几分的小钻戒。念念，嫁给我好吗？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好，沈医生。后来的他有能力可以买很多的钻戒，可我手上的钻戒依然没变过。直到裴诺的出现，他跟我说，我想救这个可怜的女孩。我在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站在裴诺的病房门外，给沈黎打了个电话。沈黎，我头晕心慌，你可以来看一下我吗？电话里的口吻很冷淡。念念，我是肾内科的医生，我看不了你的病。我生病了，你为什么不来陪我？要陪他？你现在的治病救人，全都是建立我的痛苦上，你们是不道德的，你知不知道啊？沈黎。电话那头无比清冷地说：念念，你够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说话这么过分？那一刻，我的心彻底的死掉了。当对方不再包容你时，大概就是不爱了吧。我见过你爱我的样子，所以你不爱，我也很清楚。到了互换戒指的环节，那枚钻戒真的好大好闪。裴诺娇羞地看着沈黎，沈黎哥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此生无憾了。沈黎的表情却显得有些不自然，似乎不是很高兴，眼眸垂下。沈黎托起裴诺的手，要给他戴上。此时突然来了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贺子兴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好戏开场。我微微一笑，看着他们的幸福就此结束。裴诺，你涉嫌篡改病历，强求他人捐赠人体器官，请你配合我们调查。裴诺被吓坏了，嘴唇颤抖不已，死死抓住沈黎的手。我没有，你们找错人了。警察见到嘴硬的人太多了，丝毫不惯着，请你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听到警察如此坚决，沈黎的手抖了抖。他一眼震惊地看着裴诺，面露难色地抽出手，退远了几步。看到沈黎这样，裴诺慌了，跑过去抓住沈黎的手。沈黎，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生病了，你要相信我呀，不是这样的。难怪每次做检查你都不让我陪你去，原来如此，你就是个骗子。沈黎甩开了裴诺的手，裴诺摔倒在地。看沈黎要离开，裴诺急忙地喊住了他：沈黎。沈黎听见并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沈黎，你知道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就是陈念念吗？裴诺声嘶力竭地说。沈黎愣住了，回头向裴诺走过去，忍不住暴力地掐住他的脖子。你说什么？啊！沈黎的吼叫彻底将裴诺吓住了。他恶狠狠地对沈黎说：我跟你说，要给我捐肾的人就是陈念念，我那天在医院就应该割了他，看来我还是下手晚了，
真应该让你看看，亏你还跑过去找他，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陈念念的表情啊？哈哈哈哈！裴诺像疯了一般。念念什么时候在医院？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你说话呀，你这个疯子！沈离疯狂地摇晃着裴诺的身体，并愤怒地推开了裴诺。沈离突然想起了我给他打的电话，原来他是真的生病了，所以他也看到了他在医院所有的所作所为。是的，他全部看到了。裴诺瘫软如泥地坐在地上，最后被警察带走。等待他的是刑法的制裁。宾客们开始鸣不平，好歹裴氏是一个大集团，怎么会教出这么道德败坏的女儿呀？新郎官不是很厉害的医生，我记得今年还上榜了呢，怎么一点都没发现啊？估计是串通好的吧。沈离一句没听到，那是假的。可能当他发现想拆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爱上他了吧。沈离在现场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我的身影。我远远地望着他，听着他一遍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可我早已回头离你而去。沈离回到化妆间，拿起手机，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可惜他永远都不会再接通了。他想不明白，明明刚才看见他了，怎么找不到他了呢？他转头快步跑向停车场，一脚油门往画室方向冲去。当他抵达画室门口时，里面早已人去楼空。他又马上飞奔回家，用钥匙打开我们曾经的家。一片漆黑，唯有窗外万家灯火是明亮的。他伸手打开灯，看着满屋的狼藉，失声痛哭起来。沈离重重地摔倒在地，嘴里一边地喊着我的名字：念念，念念，你在哪儿？你出来好不好？我不跟别人结婚了，我只娶你好不好？念念！沈离声嘶力竭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喊着我。沈离的眼角似乎看到了玄关处的闪亮的东西，他踉踉跄跄地起身，手颤抖着拿起那个小钻戒，又看到了钻戒下的纸条。他用颤颤巍巍的手打开了那张纸条，里边是我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沈离，祝你新婚快乐，永不相见。亮堂堂的灯光下，他怔了好一会，最后他靠着墙壁无力地滑落，双手环抱着头，身体颤抖着，就像我之前知道他爱上裴诺那样，蜷缩在角落里，不甘心又无法接受。20年呀，我陪了他20年啊，他从最开始身体颤抖小声哭泣，变成嚎啕大哭。念念，我错了，你回来吧，好不好？我真的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的，你原谅我好不好？念念，求求你回来吧。可是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着你。是啊，每天都有一盏灯等他回去的小家，他怎么就没有好好珍惜，丢弃了呢？也许是20年的陪伴太久，变得乏味了。医院论文晋升的压力需要一个宣泄口，而裴诺正好出现了。他崇拜他，对他一见钟情，可以帮助他登峰造极。裴诺对于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是生活里的光，亦是向上爬的绳索。无数次在天台的时候，他都在想，就一次，就这一次，我就拒绝他。他是医生，怎么会看不出裴诺的病？即使每次都拒绝他陪同检查，可是在名利面前，他犹豫了。他逼着念念分手，貌似只有这样，他内心的道德感才会减弱，心安理得的跟名利仕途在一起。可他没想到，裴诺却想要念念的肾，即使他没有病。这触碰了他的逆鳞，可这个结果也是他无意中默许的。他渐渐走进了自己亲手选择的万丈深渊里。番外，裴诺的事情是贺子兴出手帮助了我。
愚公他抓到裴氏的把柄，贺氏是绝对不放过这个扳倒竞争对手的绝佳机会。于私他替我出这个被背叛的气，我明白他的心意。可是现在的我对于他而言不公平。后来我把画室搬到了海边的小屋，我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下了这套房。贺子兴也跑过来，在我旁边也买了一套。哈哈，他真的是阴魂不散啊！许岩不放心我，怕我受刺激想不开，常常来陪我。我跟他说我没事，让他回去，怎么说都不肯。我、许岩还有贺子兴，我们常常在屋里烧烤，小酌一杯。想不到他这个富家子弟这么习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晚我们坐在屋外的秋千，望着夕阳，吹着海风，手里还拿着酒杯。许岩突然开口说：念念，我昨天从我朋友那里听到沈黎出了医疗事故，被判刑了。我盯着前方的海，波潮汹涌，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心里亦没有一丝丝的波澜。贺子兴倒是很兴奋地说：活该，这个人渣。许岩跟着附和道，并一起碰杯庆祝。似乎这样的收场，看上去谁都不曾亏欠过对方。许岩似乎高兴地喝多了，沉沉地睡了过去。我和贺子兴望着海面许久都没有说话，突然他开口说：念念，我们下去走走吧。好。我们走在沙滩上，过了许久，贺子兴突然开口：念念，你知道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干的是什么事情吗？我摇头回应着他：是每天晚上都趴着窗外看星星，虽然我们之间有时差，可看的是同一片天空的星星，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念念，我从一开始就很确定，我之所以这样漂泊，是为了向你靠近。子兴，你已经拒绝过很多次了，之前是因为沈黎，可过了这么久，你还是忘不掉吗？你不听我说，怎么就确定我是要拒绝呢？反应过来的贺子兴一把抱起我，旋转着，热闹的海边仿佛只能听到我们发出欢快的笑声。幸福就在当下，也是如此简单。眼中景，碗中餐，身边人。全文完。